電容是什麼呢？在講解電容之前，我們得先認識一個東西——電量。想象一下，你打開水龍頭，讓水流進一個水桶，流了10秒鐘，桶子裡面裝了1整桶水，這一整桶累積起來的水量就是電量。所以電量顧名思義就是電的數量，也就是累積了多少電荷。還記得我們之前說過的電荷嗎？一個電子帶一個負的基本電荷，而電量就是把這些電荷一個一個加總起來的總數。電量我們用代號 Q 來表示。好的，既然電量是累積起來的電荷，那有沒有一個元件專門就是拿來裝電荷的呢？有的，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——電容。電容顧名思義就是用來容納電的容器，你完全可以把它想成一個水桶，一個專門用來存電荷的水桶。電容指的是這個容器的容量大小，桶子的底面積越大，同樣升高一個水位就能裝下越多的水。電容也是一樣，電容越大，代表在同樣的電壓下，它可以容納越多的電荷。電容我們用代號 C 來表示，而它的單位叫做法拉。講到這裡，我們就可以把這3個東西串起來了，還記得嗎？電量 Q 是桶子裡的水量，而我們在這部介紹電的影片中有講解，電壓就是水位的差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水位的高度，而電容 C 就是這個水桶的胖瘦，也就是容量。想象一下，桶子越胖，水位抬得越高，裡面裝的水當然就越多，所以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到，水量等於桶子的胖瘦乘以水位。換成電的語言，電量就等於電容乘以電壓，寫成公式就是 Q 等於 C 乘 V。我們用具體的數字走一遍，假設這個電容是2單位，我們在它的2端接上3單位的電壓，那它存下來的電量就是2乘3等於6單位，是不是很直觀？電容越大，電壓越高，存的電就越多。好，這個水桶實際上是怎麼接到電路裡的呢？想象一下，我們把電容接上電池，它的正極就會把電容的一端不斷的拉走電子，讓這一端缺電子帶正電，而另一端被塞進大量電子帶負電，就像水泵把水從一邊抽到另一邊，讓水位一點一點升高，電荷也就一點一點累積在電容裡。可是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，當電容裡的水位升到跟電池一樣高的時候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沒錯，水就流不進去了。這時候電容充飽了，電流就會停下來。所以電容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，它會阻擋穩定不變的電流，卻能讓變化的電流通過。這也是為什麼在電路裡，我們常用它來濾掉雜訊，或是在電源不穩的時候，把儲存的電放出來救急。那這個能裝電的水桶，它的內部到底長什麼樣子呢？我們把電容剖開來，你會發現它的構造意外的簡單。裡面其實就是2片金屬板，中間夾着一個不導電的材質，這個材質我們叫它介電質。你可能會疑問，中間是不帶電的，那電子不就過不去了嗎？沒錯，電子的確過不去，電荷只是乖乖的擠在2片金屬板的表面，一邊堆滿負電，一邊堆滿正電，它們隔着中間這層介電質，互相吸引，卻碰不到對方，就這樣被牢牢的困住，電荷就被儲存下來了。這2片金屬板的面積越大，能佔的電荷就越多，板子靠得越近，正負電互相吸引的力量就越強，也能困住越多的電荷。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同的電容容量會差這麼多。既然構造就是2片板子加一層材料，那不同的電容差別就在於用了什麼材料和怎麼捲。市面上常見的電容主要有這幾種。第一種是陶瓷電容，它用陶瓷當做中間的介電質，體積小，價格便宜，而且很穩定。第二種是電解電容，它把金屬箔捲成一卷，塞進小圓筒裡，所以容量可以做得很大，常常負責在電源電路裡儲存大量的電。不過它有正負極之分，接反了可是會壞掉甚至爆掉的。第三種是薄膜電容，它是用一層塑膠薄膜當做介電質，特點是穩定又耐用，壽命很長。常常用在音響或對品質要求比較高的電路上。好的，我們已經知道電容會把電荷存起來，那它存的到底是什麼呢？其實電容存下來的不只是電荷，更是一份能量。
想象一下，你把水抽到高處的水塔，這個過程要花力氣，而這些力氣就成了水塔裡的位能。等到需要的時候，打開閥門，水往下衝，就能推動水車做事。電容也是一樣的，充電的時候，我們費力的把電荷推進去，這些電荷就會帶着能量乖乖待着。等到放電的時候，這股能量就會一口氣的釋放出來。那這份能量有多少呢？我們可以用一個公式算出來，電容儲存的能量等於1/2乘以電容再乘以電壓的平方。寫成公式就是E等於1/2 CV 平方。你會發現電壓在這裡是平方的，也就是說電壓只要增加一點點，存下來的能量就會暴增。這也是為什麼有些充飽電的大電容，就算離開了電源，碰到它兩端還是可能被電到。好的，今天我們從電容與電量的關係、內部原理、種類材料，還有儲存能量的方式講解了電容。不知道你有沒有對此更加了解了呢？之後的影片我們會來聊聊電感以及一些被動元件電路。如果你喜歡的話，記得訂閱一下，讓我們更快達到1000個訂閱。這裡是電子大小事，我們下次再見。